为什么有时候你觉得自己老了，其实只是身体没电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睡满8小时，却还是疲惫不堪，爬几层楼梯就喘得不行，好像一下子老了10岁。事实上，疲倦无力并不一定是年龄在增加，可能是你体内的电池出了问题。顶级专家指出，只要找对方法重启体内的发电机粒线体，你的精神和活力都有机会回春。我们的身体其实藏着无数颗小电池，每个细胞中都有称为粒线体的构造，它们就像微型发电厂一样，源源不绝制造能量。你今天走路、说话、大脑思考，都靠粒线体提供能量 ATP， 细胞的能量货币。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只手机，粒线体就是手机里的电池和充电器。电池充足，你精力充沛，电量耗尽，你就提不起劲。科学家发现，粒线体的衰退是导致老化的核心原因之一。随着年龄增长，粒线体的 DNA 逐渐受损，产生的能量下降，而且运转时释放的火花自由基越来越多，累积伤害细胞，引发慢性发炎和功能退化。这就是为什么人过中年后常常感到疲倦，代谢变慢，肌肉没力气，甚至记忆力也走下坡。也就是说，我们觉得变老，很大程度上是细胞的能量产生机能在变差。有顶尖专家直言，保护和活化粒线体是延缓衰老的关键策略。如果粒线体健康有活力，就算岁数增长，身体还是能像年轻时那样输出能量，支持各种生理活动。然而，一旦粒线体数量变少或功能下降，细胞就陷入能源不足的困境，整个人会感到没劲，老态毕现。既然粒线体这么重要，那为什么我们会没电呢？原因除了自然老化外，还有许多后天因素在偷走你的能量。糖分摄取过多，长期高血糖会产生过量自由基，就像电路走火一样攻击粒线体，使发电效率下降。爱吃甜食的人，细胞内的发电机可能加速老化。环境毒素累积，空气污染的微粒、农药、塑化剂、重金属如汞、铅、镉等，都会损害粒线体的酵素系统或膜结构，让发电厂生锈。现代人处处接触环境毒素，如果不注意排毒，粒线体功能容易受拖累。压力和睡眠不足，慢性压力让压力荷尔蒙皮质醇长期升高，会抑制粒线体的活动。熬夜失眠则打乱粒线体的日夜节律，使其无法充分维修自我修复，结果就是白天没精神，专注力低下，正是身体在喊电量不足的警报。缺乏运动，我们的身体遵循用进废退的法则，粒线体也是如此。如果长期久坐不动，细胞会慢慢关闭多余的发电厂，减少粒线体数量。相反地，经常活动的人，细胞会以为需要更多能量而保留，甚至增加粒线体。也难怪不运动的人容易觉得疲累，他们细胞里连发电机都变少了。以上种种原因交织，导致很多人在30-40岁时就出现电力危机。有研究追踪发现，40岁男性肌肉细胞的粒线体活性仅约为25岁时的3%。难怪不少中年人早上起床时觉得浑身没劲，运动后恢复得慢，熬夜一次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这些其实都是粒线体功能下滑的表现。换句话说，我们的细胞正在经历一场能量饥荒，听起来很可怕，对吧？好消息是，科学家和医生们也找出了对策。我们或许无法阻止时间流逝，但只要掌握方法给身体充电，就能重启沉睡的粒线体，让细胞的能量工厂重新火力全开。下面就介绍顶级专家总结的重启粒线体4个方法，帮助你把电力找回来。方法1，规律运动，唤醒沉睡的发电厂。第一招就是动起来，别怀疑，运动几乎是万灵丹，对粒线体尤其有奇效。当你运动时，肌肉需要更多能量，身体会自动拉响警报，快增产 ATP， 启动更多发电厂。这时，细胞里会启动一连串分子开关，例如 PGC1 阿尔法路径，下令制造新的粒线体来满足需求。简单说，运动是在逼着细胞扩建它的电力公司。
不论是有氧运动还是重量训练，都能刺激粒线体增生。跑步、游泳、快走等耐力运动能提升细胞的耗氧量和粒线体数量，重量训练则增加肌肉含量，而肌肉细胞本身就富含粒线体，肌肉量上升意味着粒线体总量也跟着增加。也许你身边有这样的例子，一位平常不爱动的中年人，总是疲惫没精神，后来他开始每天快走健身，几个月后气色焕然一新，上楼梯不再气喘吁吁，仿佛年轻了好几岁。这背后工程正是运动带来的新生粒线体。有科学研究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就有助于改善粒线体功能。哪怕是从零开始的人，也可以循序渐进。例如快走与慢走交替，就是很好的入门。有趣的是，日本信州大学的团队发现，只需利用间歇渐走法，快走3分钟，慢走3分钟，反复交替共30分钟，一周进行4次，连续2个月后，参与者的腿部肌力和心肺耐力明显提升，日常行走变轻松且不易疲劳。相比一口气走1-2个小时，这种快慢交替的聪明走路法效率高得多，因为它给了细胞反复要更多能量的讯号，促使粒线体大量增生。除了健走，任何让你微微喘息的有氧运动都对粒线体有益，例如慢跑、游泳、骑自行车、跳舞等。每次运动后，你可能会感到疲累，但那其实是粒线体在加班增产的信号。过些时日，你就会发现体力变好了，因为细胞里真的建造了更多电池。规律运动相当于帮身体安装额外的发电机，长期下来，身体的基础电力就更强，做事也更有劲。同时，运动还能提高血液循环和氧气供应，等于给粒线体送去充足的燃料和氧气，让它们工作效率更高。难怪有人说，运动是廉价的抗老药，它不仅让你肌肉骨骼强壮，更让你的细胞维持年轻状态。所以，从现在开始，每周给自己安排几天运动吧，唤醒沉睡已久的小发电厂们。你会惊喜于自己的活力极限其实远比想象中高。方法2，间歇性断食，启动细胞自我清洁。你是否注意到，有时我们生病时会没胃口，身体自然而然地进入一种少吃一点，好好休息的状态。这其实是身体在进行一项深层维护工程，自我吞噬作用，自噬。适度的间歇性断食 intermittent fasting 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定期给细胞一段空腹时间，触发体内的清道夫机制，把老化受损的部分回收再利用。粒线体也在此列。科学家早在上世纪就发现，一些实验动物如果采取热量限制饮食，简单说就是吃的比平常少30%左右，寿命往往延长，老化速度变慢。原因之一就是热量限制提高了粒线体的效率，并减少了代谢废物的累积。我们的远古祖先不可能每天3餐温饱，人体演化出在饥饿时期启动省电模式和零件维修模式的能力，透过自噬作用，把坏掉的粒线体等细胞零件分解掉，取出的材料再制造新的粒线体。这就好比停机检修，把故障的发电机拆解，更换零件后重组，再重新上线工作。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就颁给了一位研究细胞自噬机制的日本科学家大于2点。这项研究强调了细胞会吃掉自己来达到清洁回春的重要过程，而我们日常最简单启动自噬的方法就是断食一段时间。例如，现在很流行的16-8断食法，一天24小时中有16小时不进食，水可自由饮用，仅在剩下8小时内吃完2餐或3餐。很多人选择晚餐后开始进食，隔天早午餐时间再进食，如此一来，夜里以及上午的空腹时间就超过14、16小时，足以让细胞启动自噬程序。处在休息模式的细胞会认真清理内部，把那些老旧的粒线体拆解掉，等到你恢复进食时，再刺激干细胞制造出新的粒线体。这就好比工厂停工检修设备，清除故障零件，然后换上新零件后重新开工，效率自然焕然一新。许多人实践间歇性断食后，都反映精神变好了，
头脑更清晰，因为细胞内的垃圾少了，发电厂运转顺畅了。当然，断食需要循序渐进，刚开始时可以从延迟早餐或提前晚餐做起，让空腹时间逐步延长，身体会慢慢适应利用囤积的脂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断食并不意味着营养不良，在允许进食的时间段，更要均衡摄取高品质的蛋白质、健康脂肪和蔬果，以确保细胞有足够原料修复。配合断食，多喝水和充足睡眠也很重要，因为睡觉时自噬作用特别活跃。总之，适度饥饿是在给细胞打扫环境，淘汰坏掉的发电机。等清洁完毕再开饭，新的粒线体很快就上线服务，你会感到精力充沛，仿佛身体得到了重启。现代科学只是在证实古老的智慧，少吃一点，活得更久，精神更好。这背后的秘密正是粒线体的功劳。方法3，补充辅助营养，修复与强化粒线体。想要发电厂马力十足，必须提供充足的原料和关键零件。现代营养医学强调，补充特定营养素可以帮助维修并提升粒线体功能。随着年龄增长，一些对粒线体至关重要的物质在体内含量会下降。如果能适当补充，等于给细胞的电池换上新零件，加满电。以下是几个粒线体的好帮手。辅酶 Q10， 这是一种存在于粒线体内的辅助因子，参与电子传递链、粒线体发电的关键流程，就像火花塞一样点燃能量产生。年轻时，我们体内含有充沛的 Q10， 但到了中老年， Q10 含量大幅降低，导致细胞点火效率变差。补充辅酶 Q10 可以帮助提升粒线体产能，特别是对心脏、肝脏等耗能高的器官有益。很多人服用 Q10 后觉得体力变好，就是因为细胞恢复了充足的火花。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你或长辈有在服用降胆固醇的他汀类药物，更应该咨询医生是否补充 Q10， 因为他汀药会抑制体内 Q10 合成。不少人吃药后出现肌肉无力、疲倦，就是粒线体缺乏 Q10 的表现。适当补充辅酶 Q10， 能在保护心血管的同时维持能量水平，一举两得。维生素 B 群、B 族维生素是能量代谢的助燃剂。举例而言，维生素 B1 帮助将糖分转换成能量，维生素 B2、B3 参与粒线体内的能量生成反应。B3 是合成 NAD 的原料， NAD 的则是粒线体产能的关键辅酶。维生素 B5 则是辅酶 A 的成分，协助脂肪燃烧提供能量。缺少任何一种 B 维生素，都可能让粒线体这座发电厂缺油少料，导致燃烧效率低下。现代人饮食精致，反而容易缺乏 B 群，例如精白米丢失了维生素 B1， 因此经常感觉疲倦的人可以考虑补充综合维生素 B 群，给粒线体足够的原料去把吃进来的食物转换成 ATP。 你会发现该有的能量一分都不少，地被你用上了。 NAD 的前驱物如烟碱酰胺、单核苷酸 NMN。NAD 是一种存在于每个细胞内的辅酶，对粒线体意义非凡。没有 NAD， 粒线体的电子传递链就无法运转， ATP 也就无法产生。 NAD 水平会随年龄大幅下降。有研究指出，人类体内 NAD 每10年约下降 18%， 难怪年纪一大把，电力输出远不如当年。科学家们近年相当关注如何提升 NAD 来抗老，其中一个热门焦点就是补充 NAD 的前驱物质，例如 NMN 烟酰胺单核苷酸或 NAD 烟酰胺核糖。这些物质是维生素 B3 的衍生型，在体内可以转化为 NADA。 2013年哈佛大学的知名教授大卫·辛克莱尔 David Sinclair 团队在权威期刊 Cell 细胞发表研究，给22个月大的老年小鼠，相当于人类60多岁，投予 NMN 1周后，小鼠肌肉中的粒线体功能指标逆转回年轻水平，肌耐力提升了将近 60%， 相当于把一个60岁老人的细胞能量状态拉回到了20多岁时的水准。这一令人震撼的发现，说明重振粒线体确实有望部分逆转衰老现象。虽然对人类来说，
服用 NMN 等是否有同样显著的抗老功效还在研究中，但已有许多中年族群尝试补充后反映精神和体力有所改善。在未来，随着科学进展，也许我们真能靠一颗小小的药丸来充实细胞电力，延缓老化。但在此之前，均衡摄取天然的烟碱酸、维生素 B3、来源食物或适量补充经医师评估安全的 NAD 的前驱物，都是在为你的粒线体加油。其他粒线体营养素除了上述重点，还有一些营养素是粒线体的守护神。例如，左旋肉碱可以帮助脂肪酸运输进入粒线体燃烧功能，对于爱运动或需要燃脂的人很有帮助。谷胱甘肽缩写 GSH 和阿尔法硫辛酸，又称 ALAA， 是强力抗氧化剂，能在粒线体内中和多余的自由基，保护发电厂不被自己的废气破坏。另外，镁、锌、硒等微量矿物质则是粒线体内多种酵素的辅助因子，缺乏时发电效率也会下降。现代人因饮食和生活方式影响，体内常常存在这些营养短板，导致铁了心想发电，却缺少零件和燃料。因此，可以透过营养补充品在医师建议下适量补足，或更聪明的多吃天然富含这些营养的食物，例如深海鱼和牛肉富含肉碱和 Q10， 全谷类和坚果富含 B 族、维生素褐镁等。当粒线体所需的要件充裕了，细胞的发电潜能才能完全发挥出来。记住，别让身体的电厂无米下炊，多给它一些优质燃料和零件，你会惊喜地发现电力十足的感觉。方法是抗氧化食物为粒线体打造保护罩。最后一招，我们把目光转向日常餐桌。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透过饮食摄取丰富的抗氧化营养，是维持粒线体健康长寿的基石。粒线体在燃烧养分发电的同时，难免产生一些废气活性氧 ROS 等自由基分子。如果任由这些自由基堆积，它们会攻击粒线体本身和周围的细胞结构，导致发电厂受损老化。因此，抗氧化物质就像保护罩，能够中和自由基，把废气变成无害，防止粒线体被过度氧化侵蚀。大自然恰恰提供了丰富的抗氧化武器库，各种蔬菜、水果、茶叶、香料中都蕴含了许多多酚类等抗氧化营养素。多酚是植物为了自我防护而产生的化合物，具有强大的清除自由基能力。我们食用这些植物后，多酚就成为我们体内的自由基清道夫。例如，深色莓果、蓝莓、蔓越莓等富含花青素，能保护大脑和粒线体不受氧化压力伤害。绿茶中的儿茶素和茶多酚不仅可以清除自由基，还被发现有助于提升细胞的抗压机制，让粒线体在压力下表现更稳定。姜黄里的姜黄素是强抗氧化又抗发炎的物质。科学研究显示，姜黄素可以刺激细胞内的抗氧化酶系统，减少粒线体受损，并促进新粒线体生成。还有红酒中适量存在的白藜芦醇被称为长寿分子，它能启动和能量代谢相关的基因，如 sirtuins， 对粒线体功能有正面作用。难怪有人说，地中海饮食包含葡萄酒、橄榄油、蔬果与坚果等，有助长寿。背后原因之一正是这类饮食富含多酚和好油脂，给了粒线体最好的保护。除了多酚，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等经典抗氧化维生素也必不可少。维生素 C 是水溶性的，可以在细胞液中扫荡自由基。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专门守护细胞膜，包括粒线体膜，避免被氧化。水果，尤其是柑橘类、奇异果和深色叶菜中富含维 C， 坚果和酪梨等则提供维 E。再者，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食物，如深海鱼、亚麻籽，具有抗发炎功效，也间接保护了粒线体免受慢性发炎的损害。把餐盘变得五颜六色，是个简单实用的原则。每天摄取至少3种以上颜色的蔬果，例如红色的番茄、橘色的地瓜、绿色的花椰菜、紫色的茄子、白色的菇类等。不同颜色往往代表不同类型的抗氧化植物化合物。
均衡摄取才能全面覆盖保护。我们可以想象，粒线体就像在高温高压下运转的锅炉，而这些来自食物的抗氧化分子，就是不断替锅炉降温冷却、清除积碳的保养品。长期维持高抗氧化饮食，粒线体的工作环境清洁安全，发电效率自然持久不衰。实际上，研究显示，多吃蔬果、坚果、全谷等富含抗氧化物的饮食模式，比如地中海型饮食，与较慢的认知退化和较低的慢性病风险相关。这背后很大程度正归功于粒线体受到了良好保护。反之，如果饮食充斥加工食品、反式脂肪和过多的红肉，缺乏蔬果，不但缺少抗氧化物，还可能带来额外的氧化压力，使粒线体受损更快。所以，从今天开始检视一下自己的菜单，是不是该多一份时令蔬菜沙拉？是不是下午茶用坚果和水果替代甜点？小小改变都在为你的粒线体添加一层保护罩。当身体的每一座小发电厂都被悉心照料，免受伤害，你就能保持充沛的电力，全身细胞都为你卖力工作，让你由内而外散发年轻活力。总而言之，变老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年月，而是因为我们体内的粒线体逐渐虚弱。与其怨叹岁月，不如行动起来，帮助这些生命的电池重获新生。我们从顶级专家的建议中学到，规律运动能增添更多电池，间歇断食能清理病态换电池，营养补充提供修复电池的材料，抗氧化饮食则保护电池不受损耗。这四大方法相辅相成，从不同面向重启粒线体的功能。也许刚开始实践时，你不会立刻觉得年轻10岁，但请相信，细胞的改变正在悄然发生。新的粒线体一天天增多，受损的粒线体逐渐修复或被替换，细胞产能稳步上升。想象一下，当你把身体调理成一个高能状态，早晨醒来神清气爽，白天精力集中不疲倦，肌肉反应有力且不再酸痛拖累，连大脑都变得更灵敏。这不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青春活力吗？的确，或许我们无法阻挡岁月的年轮增加，但完全可以让自己的生理年龄变得只是一串数字。只要粒线体充满电，你的身体状态就能远远年轻于实际年龄。许多科学家预言，未来抗老化的突破将系于粒线体领域。也许再过若干年，人们真能透过基因或药物手段让粒线体永葆年轻。但现阶段，我们已经拥有这些行之有效的天然方法，不妨从现在开始就善待你的粒线体吧，别再让自己处于没电模式。从今天起，给自己制定一个友善粒线体的生活计划，动起来，适当饿一饿，补充营养，均衡饮食。坚持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疲劳感明显减轻，精神头一天比一天好。当周遭的人赞叹你怎么逆龄了，看起来这么有活力时，你可以微微一笑，因为你知道这一切归功于身体里那群重新启动的发电机。与其说你变年轻，不如说你的细胞又充满了电。记住，你不是真的老了，只是电量不足而已。现在就开始给生命的电池充电吧，让未来的日子依然动力十足，光彩熠熠。